大家好，我是安然若风。今天的视频教程，我们来钩这款时尚又百搭的千鸟格马甲。用到的东西就是2个颜色的毛线，还有钩针。我用的这支是6毫米的，然后缝毛线的针。另外，新手建议准备2个别针，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那在讲的过程中呢，因为黑色跟白色的毛线在镜头里不容易看清细节，所以呢，我会先用这个灰色还有这个黄色的线来讲一下针法。那针法讲清楚呢，之后我们再换黑色和白色的线正经来钩。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衣服它的结构。那它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就是这样的2片，一个前片一个后片，另外再加一些螺纹。前片后片钩的时候呢，都是从下摆往上钩。那到时候呢，我会先拿灰色跟黄色的线讲这一部分，就是这一个长方形的部分。我们把针法学会，到上面袖口、领口这些部分，我就拿黑白线来钩了。那现在呢，我们先用这个灰色的线开始起头。这个灰色的线呢，就相当于白色的线要钩的地方。那你可以跟这个视频的话，就正常用白色的线来钩。那我们首先起头，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节毛线，压在下面的部分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穿回来的部分给它拉出来，钩针穿过去拉紧，头就起好了。然后呢，现在我们要钩辫子针，这个辫子针呢是我们衣服下摆的宽度，就是前片这个的宽度，然后针数呢只要是单数就可以。那辫子针的钩法呢是钩针钩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一个辫子针。钩针钩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又是一个辫子针。钩针钩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3个辫子针了。那就这样，我们就是钩辫子针，钩到你满意的长度，然后要是单数就可以。辫子针钩完，因为我只打算钩一个小样，所以我只钩了很短的一节。那你现在应该有长得多的一个辫子针，那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往下钩，这个辫子针呢是我们的基础行，它不算第一行。现在我们要开始钩我们的第一行。首先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它永远都不算一针。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了像 V 字一样的形状，这是我们的第一针。然后接下来这2条线组成 V 字是我们的第2针，我们要跳过第一针，在第2针上钩一个短针。那短针的方法呢是钩针从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上有2个环，钩住线穿过2个环。那这个 V 字就是我们的第一针，新手建议我们拿别针把第一针标记出来，免得之后找不到它。然后第2针呢，我们要钩一个长针。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我们从第2针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针上还剩2个环，钩住线穿过这2个环。那我们这行要做的呢，就是重复这2针，一个短针一个长针，一个短针一个长针，把这一行钩完。那下一针呢又是短针，钩针从下一个 V 字这条线下边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上有2个环，钩住线穿过这2个环。下一针又是长针，那就是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个 V 字，钩针从 V 字这条线下边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还剩2个环，钩住线穿过剩下这2个环。那再重复，下一针是短针，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下一针是长针，那就钩针绕线，我们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那就这样重复，一个长针一个短针，一直钩到我们最后一针。我们第一行钩到最后一针的时候呢，应该是正好要钩长针。那钩这个长针的同时呢，我们要换到这个颜色的线。方法呢，开头还是正常钩长针，就是钩针绕线。我们从最后一针这个 V 字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针上还剩2个环，这个时候我们不钩这条线了，我们拿另外一个颜色的线，那就钩住这个线，直接钩住这个线，把它钩过来。那接下来就可以用第2个颜色的线来钩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用这个颜色的线来钩第2行。方法呢是先钩一个辫子针，这个辫子针呢永远都不算一针，我们不要管它，我们
直接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我们看，这是我们这个 V 字是我们前一行第一针，我们要从这个 V 字开始，像之前一样，一个短针一个长针的往回勾。那勾的同时呢，我们要把第二个颜色的线头和第一个颜色的线都勾在里面。那具体来看，首先呢，我们勾短针，正常的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然后呢，我们把线头还有这条线给它并在这个 V 字旁边。然后呢，我们钩针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2个环，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那这个短针呢，是我们第2行的第一针，新手还是建议我们用别针把它标记出来。然后呢，第2针我们要勾长针，那长针还是钩针绕线，我们从第2针 V 字2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还是把线头还有第一个颜色的线给它并在里边，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那接下来就是重复这2针了。下一针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这2条线给它并在一起，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线穿过2个环，一个短针。下一针是长针，还是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这线头还有第一个颜色线并在里边，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那这行要做的我们就是重复，一个短针一个长针，然后把这个线头还有第一个颜色的线都给它勾在里边，就这样一直到最后一针我再回来。那第2行的最后一针呢，就是我们之前标记过的这一针，我们把标记取下来，然后这一针呢跟我们第1行结束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是长针，但长针同时要换线，我们钩针绕线，从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针上还剩2个环的时候，我们勾住这个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那第3行我们就又用这个颜色线来勾了。那我们其实第3行跟第2行是完全一样的，之后每行也都跟第2行是完全一样的。那我再带着大家勾一下第3行之后，我们就自己勾了，还是开头一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刚勾的这个辫子针不算一针，不要管它，我们直接来到前一行的第一针，勾一个短针，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同时我们把前一行这个颜色的毛线给它并在里边，然后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然后接下来是一个长针，钩针绕线，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还是把这个线给它并在里边，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那下一针又是短针，然后钩针把这个线给它并在里边，钩针把线勾回来，完成这个短针。下一针长针，那钩针绕线，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的同时，这条线并在里边，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那就这样一个短针一个长针，我们只勾到这行的最后一针。第3行的最后一针呢，又是要勾这个标记过的这一针。那第3行开头的第一针我没有标记，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把每行的第一针都用别针标记出来。那最后一针呢，我们把这个别针取掉，然后呢勾长针，还是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然后把前一个颜色的线并在里边，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钩针上还剩2个环的时候，那我们又要换这个颜色的线来给它勾了。那接下来呢，就又换回这个颜色，这样子往回勾，还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一个短针一个长针，要把前一个颜色的线给它勾在里边。那如果你这个地方还没有记住的话，那没关系，你可以倒回到第2行或者第3行，重新看一下这部分怎么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往上勾。我们这部分要勾的呢，就是从我们下摆一直到袖口这个长度。那这个长度多少呢？取决于你希望这个马甲它是短款还是长款。这部分勾完呢，到袖口这个地方我再回来，我就换黑白色的毛线，我们接着往下勾了。从下摆到袖口下缘这部分我已经勾完了，我勾了32行，这个你不需要跟我一样，我只是给你个尺寸的参考。那最后一针的地方呢，我们有像之前一样换成前一行的线，前一行的线呢，我直接从这个地方齐齐的剪断了，然后这一线呢我也剪断了，只留了一个小线头。现在钩针勾住这个线头，穿过钩针上的环，那这部分从下摆到袖口下缘，
这一部分我们就勾完了。现在要勾的呢是从这个袖口下缘到领口下缘这个地方要勾大概4行。那我们来说方法。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起个头。起头的方法呢，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就是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些毛线，压在下面部分拉过来，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穿回来的部分抽出来，钩针穿过来，拉紧，头就起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正常不是从这边的第1针往回勾吗？这次呢，我们要跳过8针，从第9针往回勾。那我们看这镜头拍黑色的线可能拍不清楚，但是就像我们之前一样，还是数 V 字，我们要跳过8个 V 字，1、2、3、4、5、6、7、8。那这是第9针，我们要在第9针的位置呢勾一个引拔针。引拔针的勾法呢是把钩针从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然后呢勾住线，勾住线回来的同时呢，要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环，这就是引拔针。那现在呢，我们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正常呢，就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这样往回勾，勾的时候还可以把这线头给它勾在里边。那首先在我们刚勾过引拔针的这一针，同一针，我不要到下一针去，同一针，我们勾一个短针，钩针穿过去，这线头给它并在一起，线勾回来，钩针上2个环，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这是我们这行第1针，然后下一针是长针，钩针绕线，下一针穿过去，线头并在里边，勾住线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那就这样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像我们之前这样往回勾，勾到这面呢，我们看一下，这面我们也是要跳过8针，我们从零头数下，1、2、3、4、5、6、7、8，这是我们的第9针。第9针我还是拿别针标记一下。或者如果你手头没有别针的，你就拿不同颜色的线也可以标记出来第9针。那到时候第9针你是要勾的，再往前就不勾了。那就这样，我们像之前一个短针一个长针给它勾到我们标记的这一针。勾到下一针是我们标记过这一针呢，那这一针应该正好是个长针，我们就跟前几行一样要换线了。那我把标记取掉，钩针绕线，然后从这一针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还剩2个环的时候拿另一个颜色的线给它勾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黑色的线来勾了。其实这个地方就跟我们勾第2行是一样的，一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那刚勾的这个辫子针不要管它，我们到前一行的第1针这个 V 字开始给它往回勾，还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那勾的时候呢，还是把线头跟前一条线给它并在里边，钩针从第1个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线头并在里边，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然后下一针是一个长针，钩针绕线，我们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把这线头并住，然后勾长针，然后下一针又是短针。这部分呢就跟我们第2行这样子往上一直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勾到我们白线最后一针，然后再换回白线，再这样子往回勾。那我们现在这部分已经勾了1行，这是第2行，我们总共要勾4行。那这4行勾完，我再回来。从袖口下缘往上的4行勾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勾领口的部分了。领口的部分呢，我们要先勾这边的一片，然后再勾另外一片。那勾这片之前呢，我们要先找到中间这个点儿，我们把上面的针数数一下，然后除以2，找到中间这一针。那我这块总共是有38针，那我标记的这一针就是第19针。那现在呢，我已经换成下一行要用这个白色的线了，还是正常的一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然后转过来以后呢，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就像我们之前勾之前的部分一样，把另外一个线头给它勾在里边，一个短针，下一个长针。那我们就这样一直勾到我们标记的那一针。下一针就是我标记的这一针了，那我们把标记先取掉，
这一针呢，我正好该钩短针，所以我在这一针钩一个短针。如果你这一针正好要钩长针，那你就正常的钩长针。钩过来之后呢，那我们要换线。如果你是长针的话呢，那跟之前换线一样；如果你是短针的话呢，就把线钩回来。钩针有2个环的时候，我们就换成另外一个颜色的线。然后接下来就不钩了，接下来是另外一片，我们现在要把它转过来往回钩。那往回钩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是从领口中间的地方往袖口的方向钩。那我们以后每次从领口往袖口方向钩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给它减针的。那我还是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呢，我们看这一针下来是我们刚才刚钩这个短针，我们不要管它。再往下一针是前一行这个长针，我还是不管，就是等于我们要跳过2针，不管你这个是短针长针，我们跳过2针。在第3针的位置，那取决于你前一行第3针是什么。前一行第3针我钩的是短针，所以这针呢我要钩一个长针。如果你前一行的第3针钩的是一个长针，那你就要钩短针。那我是长针，这样子正常钩，然后这个线还是钩在里边。那接下来就正常了，一个短针一个长针，我们一直钩到最后一针。这一行钩完，我已经换回这个白色的线了。那现在呢，我们再往回钩，先钩一个辫子针转过来。那现在呢，我是从这个袖口的方向往领口的方向钩。我们每次从袖口的方向往领口的方向钩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减针的。我们像之前钩主体一样，正常的一个短针，然后一个长针。钩的时候还是把另外一个颜色的线钩在里边，然后就这样子一直钩到最后一针，我们都要钩。那就这样一直往回钩。那钩到头上，我们看这个前一行钩的长针，这是我的最后一针，我要在它底儿上钩一个短针。那再往前这个辫子针它不算一针了，不要钩在这个里边。那钩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又换回之前这个颜色的毛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转过来。现在呢，我们看，我们又是从领口往袖口的方向钩。那从领口往袖口的方向钩呢，我们是每次都要减针的。那减针还是我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呢，这个短针不要管它，就是第一针不要管它，第2针不要管它，在第3针的位置。第3针因为我前一行是短针，所以这一行我是要钩长针的。如果你前一行是长针，那你第3针就钩短针。这针钩完，那接下来呢就正常了，就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给它钩到袖口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重复这样的2行。每次我们从领口往回钩的时候呢，我们跳过开头的2针，从第3针开始钩。然后每次从领口往回钩的时候呢，我们不跳针，每一针都要钩，就这样来回重复，一直钩到你满意你这一片的长度。如果到时候呢，你觉得这个领口还不够深，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太窄了，那你就不需要继续减针了，就是不管从领口还是袖口，你都不减针，每针都钩，上头等于有一个小的长方形这样子。那就这样把这部分钩完，我再回来。这一片钩完，那我们现在来钩另外跟它对称的这一片。那首先呢，还是起头，这起头已经说过2次了，我这儿就不再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找到我们之前不是这一针钩过了吗？中间这一针，那我们要在下一针的地方给它钩一个引拔针，还是钩针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回来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那就连在一起了。然后钩一个辫子针，钩完之后我们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这一行就跟我们之前一样，一个长针一个短针的这样子往过钩。那我看我现在这一针呢，前一行钩的是短针，那我这一针呢就要钩一个长针。然后下一针呢，前一行钩的是长针，那我就要钩短针。就这样，我们一针长针一针短针，先把这部分钩完。这行钩到最后一针，那我们又要换这个黑色的线了。这样子换好，然后呢，跟之前一样，我们现在就用这个黑色线开始钩了。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呢，还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我们把线头还有前一个颜色的线都给它并在里头。那就这样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勾到快到头这边，我再来说我们怎么处理这一行的减针部分。我这一行现在勾回来，还剩3针就到我们头上领口开叉这个地方了。那我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把这3针并成1针，因为我接下来1针要勾短针，那我要做的呢是一个短针的减针。我先讲这个短针的方法，然后再来说如果下一针你该勾长针的话要怎么勾。那短针的减针是这样，我们勾针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另一个颜色的线还是正常给它并在旁边，把线勾回来，然后直接到下一针，再把钩针穿过去，再把线勾回来，然后到第3针还是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这是我们钩针上有4个环，然后因为我们这时候这一行勾完了，下一行我们要换线，那我直接勾住另外这个颜色的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4个环。那你看我们下面勾过了3针，上面只勾出来新的1针，同时完成了换线。接下来就可以用换好颜色的线正常的往回勾了。那这是如果你最后3针是短针的勾法，如果是长针，那我来说一下。比如说你现在还剩3针，然后下一针你该勾长针了，那这时候你是要勾一个长针的减针，把这3针勾在一起。方法是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针，把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另一个颜色线还正常并在旁边，然后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然后再绕一次线，我们到接下来的第2针，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然后再绕一次线，我们到第3针，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这时候钩针上4个环，我们换线，用另一个颜色的线勾住这个线，穿过钩针上的4个环。那你看，同样的把下面的3针勾成了我们上面的1针，并且同时完成了换线，然后下一行就用这个换好的线正常我们往回勾。那因为这行我应该是勾短针的，所以我还是用短针把这一行勾完。那我这行勾完，我们来勾下一行。下一行就是正常的一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我们就是一个长针一个短针这样子往回勾。那第1针呢，取决于你前一行，就是最后这一个勾在一起的这个减针，你是你是长针还是短针？如果像我是短针的话，那第1针我就要勾一个长针。勾的时候还是把另外这个颜色的线勾在里边，然后呢，我下一针就是短针，就这样这一行就正常，不需要减针，我们就一个长针一个短针的把这一行勾完。这一行我从领口开始勾到袖口的方向，这白色的这一行是不需要减针的。那现在我已经又换回黑色的线了，那黑色的线呢，我们往回勾，一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呢，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往回勾，一直勾到我们还剩3针到领口的位置。我从袖口这边往回勾，勾到还剩3针到领口的位置，那我又要勾一个减针了。减针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因为我接下来要勾短针，那我就是钩针从下一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再到第2针穿过去，再把线勾回来，再到第3针穿过去，再把线勾回来，然后呢就换另一个颜色的线，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4个环。那接下来就用这个颜色线往回勾了。那如果接下来这针是要勾长针呢，那我们就勾一个长针的减针。方法就是钩针绕线，我们从下一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然后第2次绕线。穿过第2针，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第3次绕线，穿过第3针，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环。这时候钩针上有4个环，勾住另一个颜色的线，穿过这全部的4个环。然后下一行呢也是就用换好的颜色勾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不断的重复这2行。我们的规律呢，就是当我们从领口往回勾的时候，这一行是不需要减针的。
当我们从袖口往领口钩的时候，要在靠近领口的最后3针给它剪成1针。那就这样不断重复的这2行，一直到我们这一片跟另外这片一样长。前片我现在已经钩完了，就是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那现在要钩后片，后片前半部分呢跟前面是一样的，也是一个这样的长方形。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两边各剪8针。这个地方我们袖口到领口的地方是钩了4行，这个地方我们要钩更多的行数，要钩我们从前片的袖口下缘到肩膀总行数减去3行，就是这一部分。那这部分钩完呢，我们再来说怎么钩上面这2个小长方形。这是我目前钩的后片，那把前片铺上来跟它比一下。那看一下肩膀上前片呢比后片多3行，那现在我后片就可以开始钩上面小长方形了。小长方形呢，因为之后要跟前片从这个地方缝在一起，所以这时候呢看一下前片最后是多少针，我这边是5针，那么后片的小长方形的宽度也是5针。另外呢，因为前片的最后一行是白色，那我希望后片的最后一行是黑色。那我们现在来钩这小长方形。我们钩小长方形呢，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1针长1针短这样子往回钩，只不过宽度是5针。那我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第1针短针，另一条线还是给它钩在里边。第2针长针。第3针又是短针，就这样一个长针一个短针钩到它跟前片最上面那一行同样的宽度就可以。我这儿因为是5针，那最后一个是短针，然后我换了颜色，转过来用黑色的线钩。那因为这个最后一针是短针，那我转过来以后第1针要钩长针。第1针要钩长针，那第2针短针，就这样子1针长针1针短针这样子往回钩。这部分呢，其实跟我们之前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总共要钩4行，之所以比前面长1行呢，是为了最后一行跟前片的最后一行是不同颜色的，这样接在一起它好看，不要2个白色在一起或者2个黑色在一起。那这部分钩完，我再回来。这边的4行小方块钩好，那到这边来，这边还是同样，你这边钩了多少针，这边就往回数多少针。1、2、3、4、5，我是5针，所以我从第5针的地方把钩针穿过去。那这个地方呢，钩一个引拔针，引拔针就是钩针勾住线，穿回来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这是一个引拔针，然后我可以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就又是正常的一个长针一个短针这样子往回钩了。那就像我们之前从袖口钩往上的部分一样，只不过针数比较少。那还是要看第1针，因为是前一行是一个短针，所以我要在这一针上钩一个长针，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给它钩到头。然后钩到最后一针的时候换另一个颜色的线。这些都跟我们之前的步骤是一样的。那就接下来换了这个线，然后我们回来，这样子这边也钩4行。那这部分钩完，我再回来。后片钩好之后呢，我们把前片跟它叠在一起，然后从肩膀上缝起来。缝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缝毛线的针。那我的习惯呢，就是这边第1针穿过2条线，对面第1针穿过1条线，就这样子来回缝。这个没有固定的方法，你想两边都穿过2条线，或者两边都穿过1条线都可以，只要缝起来就行。
最后一针的地方呢，可以给它来回多穿几次，防止线从这个地方脱开。然后剩余的线头呢，可以给它藏在同颜色的毛线里边。然后这部分就给它剪掉，然后另外一个颜色的线头也给它藏起来。那同样的方法呢，把这面的顶上缝起来，还有把侧面两边的侧面都给它们缝起来。那这部分缝完呢，我们再来处理领口还有袖口下摆的部分。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马甲所有需要缝起来的地方都给它缝起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勾领口。勾领口呢，我们还是先在钩针上起一个头，起头的方法跟之前一样，我就不专门讲了。那我们找到我们中间的这2针，那我们在右边这片的这一针的地方来勾一个引拔针。那引拔针还是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回来同时呢，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环儿，就是个引拔针。勾完之后呢，我们在同一针的位置再勾一个短针，钩针同一针位置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儿，勾一个短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就是绕领口一圈都勾短针。这个勾短针呢，就是因为它不像我们之前都是一个一个的 V 字，所以你要大概眼睛看，判断一下它的距离，决定在哪个地方勾短针。这个你不需要很准确，大概差不多，只要就这一圈都勾上短针就可以。那把这一圈短针勾完，我再回来。这一圈短针勾回来之后呢，我们找到第一个短针，用引拔针给它勾在一起。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勾5个辫子针。然后呢，跳过第一个辫子针，从第2个辫子针开始往回，每针勾一个短针。看这样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这是我们刚才勾了引拔针的这一针，我们在下一针勾一个引拔针。然后再下一针，再勾一个引拔针。然后呢，我们把之前勾的这一小块给它翻过来，然后再在上面往回勾短针。这回呢是勾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看，这是我们之前勾的4个短针，先到第一个短针，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短针。到第2针也是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过去，把线勾回来，勾短针。V 字后面这条线，4个短针勾完，我们勾一个辫子针，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呢，又是每针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勾一个短针，给它勾回去。这4个短针勾完呢，我们又跟之前一样，在接下来的2针各勾一个引拔针。然后呢，我们再翻过来，再在这面这样子往回勾4个短针，还是勾在V 字后面这条线上。你不要勾到前一个引拔针上哦，你要数一下，应该是有4针，不要勾错。V 字后面这条线上。那4个短针勾完，我们又是一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转过以后这样往回勾，往回勾以后再接下来2针各勾一个引拔针，那就重复这2行，一直到我们把这一圈勾完。这一圈领口勾回来之后，那最后跟这儿连在一起，然后线头我已经剪断了。
那现在呢，就可以用这个缝毛线的针把这个领口跟这边缝在一起了。这个缝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只要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可以了。然后多余的线头还是给它藏起来，藏在这个白色的毛线里。剩余的部分就可以给它剪掉了。这样领子就做好了。那现在来讲怎么钩袖口还有下摆的螺纹。袖口和下摆的螺纹钩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针数不一样。钩袖口呢，我们要钩5个辫子针；钩下摆呢，我们要钩10个。那起头的方法跟之前一样，我就不专门讲了。现在就来钩辫子针。那我打算以袖口为例，那我就钩5个辫子针。如果你现在钩下摆，那你要钩10个。5个辫子针钩完，我们跳过第1个辫子针，从第2个辫子针开始往回钩短针。那还是钩针从 V 字下面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钩这样2个环，就这样勾回去。因为开头跳过了1个辫子针，所以第1行钩完，我们应该有4个辫子针。那第1行钩完，接下来我们每一行都是重复我们的第2行。那方法呢是开头1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以后还是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我们从下一针开始，在每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钩短针，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下一针也是一样，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环。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前面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环。最后一针也是，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环。那接下来每一行就是重复我们刚才这个第2行，开头1个辫子针，转过来，转完以后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钩短针，然后钩到头。那到下一行又是1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每针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钩短针。那就这样一直重复。如果你是钩袖口的部分，那应该是每行4针；如果你是钩下摆的部分，应该是每行9针。那就一直钩到你这个长度呢，跟你衣服的袖口，如果你是钩这个袖子部分的话一样长；如果你是钩下摆的话，那你就钩到你这个跟你衣服下摆那圈一样长。那这个螺纹钩到这个需要的长度，我再回来。这袖口已经钩到我需要的长度了，那接下来呢，我要把它两边勾在一起，先钩1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转过来以后把另外一边跟它并在一起，并的时候注意中间不要打结哦。那钩针从这边4针的第1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然后对面顶上它不是4针，它是4条线，你可以看一下，1、2、3、4，那钩针要从这4条线下边过去，对面第1条线，然后把线勾回来，同时穿过钩针上的这个环，这都是引拔针，然后这面也是第2针，到对面的第2条线下边过去，用引拔针给它们都勾在一起。第3针对应对面的第3条线在这里，然后第4针，那这样它就连成一个环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线剪断，剪断的时候可以留长一点，用来之后跟衣服的袖口缝在一起。那剪断之后呢，就可以钩针勾住这个线，穿过钩针上的环，把钩针就取掉了。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袖口的螺纹跟袖口缝在一起了。
那缝的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像我们之前缝这个侧边的缝线一样，就只是拿这个针带着线把两边对齐来回穿就可以。那我们就这样把这个袖口一圈给它缝好，同样的方法把另一边的袖口还有下摆的螺纹都给它缝上来。那今天这件马甲就完成了。